有人在评论区留言问我，新手适合做哪一款面包呢？实际上今天我出的这款呢是非常适合新手来做的。它除了加上了一个咖啡的酥皮，看起来稍微有一点麻烦以外啊，这个面团也是很好揉的。那酥皮也是很好做，那么你可以参照我这个视频来做。我会把从手揉面团的注意事项到咖啡酥皮的注意事项都告诉你。那现在开始揉面了。揉面首先要使用的是做面包用的高筋粉。如果你想把面包做好，千万不要用家里的普通的中筋粉。然后呢，揉面的时候尽量戴上一个防粘的手套，我用的是 PVC 的手套，然后加上糖和奶粉，先把干粉拌匀。这个面粉量是比较少的，所以揉起来完全没有压力。你可以在盆里揉，也可以在台面上揉。加上纯牛奶、全蛋液、酵母。酵母你记得选择耐高糖的干酵母，新鲜酵母也是可以的啊。然后把面粉拨进来。首先是用刮板去切拌它，切拌到看不见干粉。这个时候啊，面团很粘手。我在评论里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，有朋友问我，假如面团开始摔打以后，那是不是就不能再搓了？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啊，完全不是这样。就是说，你可以前期在比较粘手的时候选择去摔打，摔打要加入折叠的动作，去把这个面团去摔打到不粘手以后啊，然后你再开始搓。那这样一个反向操作也是可以的，并不存在说只要摔打了就不能搓了，这是不对的啊。这个面团的前期你可以用任何的方法去混合。那我现在的这个面团，你可以发现它比刚才呢没有那么多颗粒了，然后组织也非常的匀称了。这个时候你把这个面团啊给它摊开。我们揉面是一定要看状态的，不能看时间。把它摊开以后呢，松弛5分钟。松弛的时候要盖上保鲜袋啊，保湿，不能让它干了。5分钟以后就可以来扯一个模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松弛以后呢，面团就会产生筋性了。但是呢，现在还比较弱。你扯出一个模呢，比较容易破。那扯模的时候要记得啊，左右去摇摆着扯，你要顺着面团的筋性去做任何的事情，不要使劲的去强拉它。面团揉到这样，我们去加入软化的黄油。如果黄油你来不及软化，你可以用手啊稍微给它按压一下，手是有温度的，捏一下黄油它也就化了。然后再加入盐，把黄油、盐和面团充分的混合。一直混合到看不见黄油了。刚开始的时候会很烂啊，面团你以为揉坏了，实际上没有啊。这时候可以摔打了。那摔打呢，也是为了不让你的手一直去碰触面团，导致面团升温。所以呢，你尽量在一个冰凉的大理石台面上去摔打，也是可以降低面温的。摔打到现在这种程度，边晃动边拉伸，可以拉伸出一个很薄的膜。那用手戳破以后呢，它的破口很圆滑。现在的把它收圆，形成一个表面的张力以后，盖上保鲜袋，醒发1小时。评论区一个留言说让我展示一下面团戳动回缩的一个状态。那我现在呢，这个面团发酵了20分钟了，手指沾粉戳一个洞，它是会慢慢的回缩，然后这个洞越来越小，那说明这个面团还没有发酵到位。我们现在把剩余的时间给它用掉。那发酵了1个小时，我的室温是22度。那么现在呢，再沾粉去戳一个洞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个洞现在不回缩了，它就是发酵好了。然后呢，把它拍扁，平均分割成8份，每一份面团是大概60克。接下来啊，就把这小面团收圆。这个是初步的滚圆，实际上你初步滚圆后就可以拿去发酵了。那我为了让这个面团的气孔排的比较干净呢，我在初步滚圆以后呢，又松弛了25分钟。也就是说，25分钟以后我要进行第2次的滚圆。那么第2次滚圆前，这个面团一定要是松弛好的状态。进行2次滚圆，它的目的你们知道是为啥吗？
因为我们是手揉嘛，难免没有机器揉的到位。那么多滚圆一次呢，也是为了给面团，增加它的韧性，以及也可以调整面团发酵的气体，让它发得更均匀一些。等醒好的面团用手按压一下，拿去发酵。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咖啡的酥皮，软化好的黄油加细砂糖搅匀。另外准备一个小碗，打一颗常温的鸡蛋。蛋液搅散以后，把速溶咖啡粉加进来，把咖啡粉搅化进蛋液里，再把它倒进我们的黄油壶中，再次拌匀后加入低筋面粉。这个酥皮呢，实际上是很简单的。如果非要让我说一个注意事项，那么就是你一定要注意，所有的食材都是常温的，或者说是在30到40度之间。液体温度太凉，你的酥皮呢就会水油分离。水油分离的酥皮呢是会影响口感的啊。然后装进裱花袋里，挤在我们这个发酵好的小面包上。每一个小面包上大概挤30克的酥皮。我用的是风炉烤箱，那么风炉和平炉烤箱我都会把温度和时间告诉你。那烤好的时候呢，这个酥皮是非常的酥脆的啊。如果你想让这个表皮保持酥脆，你可以在室温下多放一会儿，因为有酥皮的保护啊，它里边的面包放一会儿也不会风干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们不可能一直把面包放在外边。那么，等它晾凉以后，你把它密封起来，放进冷冻。下次在吃之前呀，取出来你要吃的分量，再给它加热烘烤一下，它的酥皮又会变得非常的酥脆，那么组织呢还是非常的柔软。这个面包空口吃也很好吃，我喜欢加入2片的有盐黄油。刚烤完的面包散发着浓郁的咖啡香，它的酥皮很脆，面包体是热热的，加上冰凉的有盐黄油，口感就特别的好。好了，艾特为珊妮做面包交作业吧，劳动节快乐，拜拜。